嗨，大家好，这里是雕龙小鸡。关于手机屏蔽垃圾短信这个话题其实很头痛，但是最近我真的被这些垃圾短信搞得无话可说了。有时候并不是我们没有保护好自己的信息，确实相对来说我们是处于弱势的地位，被欺负的毫无办法。因为到现在为止，关于垃圾短信还没有一个标准的处理办法，所以我这些内容不一定保证有效。然后视频是有字幕的，如果听不清楚可以将字幕打开。按照我接收到的垃圾短信，主要可以分为2类。iMessage 垃圾短信，可以在电脑上看一下。就这些，相信你也经常碰到过。还有一类是某些平台无底线的骚扰短信，就是这种，可以看时间。网易严选基本上每个月都会向我发4条这种短信，已经连续将近1年了。相信你也会碰到这样的短信。这里插一句，我在京东、淘宝、拼多多、当当、网易严选等等都买过东西，但只有网易每个月这样发短信骚扰我，也是挺有意思。这个视频我们就来解决这2类垃圾短信。视频篇幅有限，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搜索我的个人博客老郭种树。这里是我的大本营，内容更加丰富。iMessage 垃圾短信相对来说好处理一点，如果我们不使用 iMessage 的话，直接关闭它就可以了。关闭的设置手段很简单，先找到信息，然后第一行这里 iMessage 信息将它关闭就可以了。关于有的说法可以设置位置与过滤信息，就这里，不好意思这里挡住了，可以点击看一下，将这个打开。这样子的话，非联系人的 iMessage 信息会单独归类，也就是会在这边显示。然后短信外面也会有小红点，这里的小红点有点强迫症，看到这种提示红点总是忍不住去点它，所以这种办法其实对我效果不大。再看类似这样的骚扰短信，其实这样的短信如果频率稍微低点，1个月1次，我也还是能接受，但网易这样的刷屏有点受不了。在我看来这就是垃圾短信，但是我个人说它是垃圾短信并没有用，因为它是合规的，不管是里面的内容还是这个号码段，它都是合法合规的。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一下回形针的这篇关于垃圾短信指南的文章。为什么今天垃圾短信不是1065就是1069？怎样合法合规的群发短信？1065、1065、1069，我的这些短信也是属于这个区段。这篇文章说得非常清楚，向我们揭露了一些我们不了解的事实。反正就是一句话，我们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来屏蔽这种短信，退订它是无效的。这篇文章有一张关于退订的动图，特有意思，可以看一下。今天垃圾短信还是有进步的，退订会发生什么呢？这动图挺有意思，我看了好几遍。然后除了退订以外，剩下的根据手机卡运营商的不同，我分成了2类：移动、电信和联通。相比电信和联通，移动提供了屏蔽端口。我们在收到这样的短信以后，随即在里面发送退订代码0000，可以让运营商屏蔽这个区段的端口。当然，这种退订代码不一定是0000，据说不同的省份不一样，但是常见的退订代码确实是0000。使用这种方式一定要慎重，因为端口屏蔽以后，有可能连验证码都收不到。在网上看到别人屏蔽京东金融的骚扰短信，屏蔽完以后，结果发现自己连京东的验证码短信都收不到，所以使用一定要慎重。我是联通卡，所以这种办法对我来说没有用。联通和电信它是没有提供退订代码的，如果你是联通卡的话，你可以尝试发0000，并没什么反应。我看到联通官网对这种垃圾短信的处理是要求我们拨打10010联系人工客服向他举报，我估计没啥作用，所以也不准备这样做。因为首先这种号码它并不是一样的，然后它的内容也没有一些敏感信息，号码也是合法的。还有一种办法就是向12321举报，一个一个的举报太麻烦，所以我也不推荐使用这种办法。最后只能采取第三方软件来拦截。现在主流的短信拦截软件有2个，
腾讯手机管家和熊猫式短信，一个是免费的，一个是收费的。因为我的 Apple ID 没有绑定银行卡，没办法付费，所以我用的是腾讯手机管家。它的使用很简单，就是一个点要注意：下载安装完成以后，一定要记得在设置里面将腾讯手机管家的短信过滤勾上。开始我没有勾，然后测试拦截的时候总是没有起作用，所以这里一定要勾上。然后在应用里面添加一个自定过滤关键词就可以了。我这里添加的是网易，反正我也不会使用他们家其他的服务，比如音乐、163邮箱等等。然后我有朋友的手机复制一样的短信向我发送，短信确实可以被拦截过滤，但是发现一个有意思，我的手机拦截成功，手表却能收到这个短信的提示，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反正还是能接受吧。这就是整个视频的内容，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订阅和关注我的频道钓龙小记，主要分享一些亲身实践有用的小技巧。好的，拜拜。